萌生成一头狗，激活干饭净化系统，能吃就能无限进化。怎么这么丑？我怎么跑到狗窝里来了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变成一只狗？我沈公子就是饿死也不啃这些骨头。真香！哎呀，恭喜主人激活干饭净化系统，只要疯狂干饭就能获得净化。当前状态：看家狗体重30斤，力量8，体型2，达到100斤可获得1次净化。我沈公子就算变成狗，也是一头有头脑的狗。妈妈，我们不要吃旺财好不好？旺财是我的好朋友。放心吧，儿子，咱们不杀旺财，过几天有收狗贩子过来收，卖些钱过个好年。还好，躲过一劫，但是我得想办法逃跑啊，不然迟早成为二脚兽的盘中餐。时间转眼过去几天，这段时间咱狗哥除了睡就是吃，体重增加了50斤，力量达到了13点，体型达到了4点。这天下午，一群人来到猪圈，把狗哥背回直接装上一辆带铁笼子的大卡车。值得高兴的是，铁笼上的铁并没有上锁。随后，大卡车缓缓开动，很快就驶入了一片荒郊野外，高速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大片森林。如此秀美的景色，怎么可能缺得了我？我要飞得更高。狗哥拖着受伤的后腿，慢慢悠悠地向着密林深处走去。穿过一棵棵大树，突然闻到了一股香气。这东西好像是野生人参，正好自己的后腿受伤了，有了这根人参，那么自己腿上的伤势应该很快就能好。好大的一只毒蛇，要是被咬上一口，肯定不好受。这可是宝贝啊，不知道吃了它能不能增加一些力量。真香！恭喜主人吞噬了一只毒蛇，能力+2，体型+2。恭喜主人获得吞吸术，吞吸术可将食物直接吸入口中。一只毒蛇居然能让我觉醒一个技能。随后，狗哥使用吞吸术将百亿人参直接吸入了体内。原本受伤的后腿，狗哥向着森林深处走去。途经一条小河之时，不时有大鱼从河水之中跃起。狗哥使用吞吸术直接将鱼吸入体内。恭喜主人，力量+1。感受到体内的力量一直上升，狗哥干脆跳到河面之上，开始吸收这些大鱼，足足吞食了几十条大鱼。原本偏瘦的身躯变成了丰腴，体重超过了200斤，身长超过了2米，妥妥的一个猛犬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。狼狗，体重240斤，力量50，体型30，技能吞吸术。这些鱼已经不能增加力量和体型了，看来还得找寻其他的食物。突然，森林深处传来阵阵响，狗哥小心翼翼地向叫声方向接近，前方大战一触即发。几头野狼虎视眈眈地看着前方一大一小的两只野。很快，狗哥的出现就吸引了狼群的注意。看到狗哥接近，3秒深沉，一群野狼不敢轻举妄动。突然，头狼带领剩余的小狼开始进攻野猪。看着眼前惨烈的景象，狗哥不禁对野猪幼崽产生一丝怜悯。突然，狗哥的身体犹如战虎般直接冲向了狼群，直接将小狼撞飞。剩余的小狼吓得四散而逃。头狼发出一声狼啸，剩余的小狼全部向后退去，缓缓地消失在了密林之中。只留下地面上几具小狼的尸体。野猪深深地看了狗哥一眼，随后领着幼崽也消失在了浓雾之中。这是我第一次全力出手，没想到威力大的出乎意料。随即，狗哥将地上的小狼全部吸收。只见狗哥的体型直接暴涨，体长直接接近3米5。吃饱喝足以后，狗哥继续向着丛林深处走着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前方一个巨大的兽夹吸引了狗哥的注意。这里已经靠近森林的中心，这些偷猎者胆大妄为的来到此处，绝对是一群亡命徒。我现在的体型应该能够扛住2枪，不过我也不想受伤，只要能找到这群偷猎者的据点，等到晚上一个野蛮冲撞就能全部带走。就在这时，狗哥向着咆哮的位置走去，只见几个中年人背上挎着手枪，正围坐在地上烤火。这次真是危险，还好顺利完成任务。过段时间咱们可以去三亚游玩了。只是可惜了3个，被那黑熊一掌直接拍嘎了。干咱们这行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？老三这次运气不好，被那只黑熊带走了。咱们不是把那只黑熊嘎了给老三报仇了吗？不知道这大黑熊的尸体在哪里？这群人还没有处理这只黑熊，他们应该还要在这里驻扎一夜。那我就晚上再出手。夜晚悄悄来临，森林之中不时地传来阵阵嘶吼。这时地面突然开始晃动，一名青年男人突然惊醒，然而狗哥距离他们仅有10米的距离。就在几人慌忙举枪之际，狗哥直接撞上。几名大汉纷纷被撞飞几百米多高，几声惨叫过后，森林之中再次恢复了宁静。这下可以看看自己的战利品了。地上放着3个黑色大塑料袋，狗哥知道这些都是几人的战利品。掀开第一个黑色塑料袋，一头完整的黑熊出现在面前。这只昏迷的黑熊体长接近3米。吞掉这只黑熊，我完全可以达到进化的条件。接着，狗哥掀开第2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一头完整的狮子。狮子的体型很大，即便是在狗哥面前也是略逊一筹。紧接着是第3个塑料袋，掀开之后，狗哥不知所措。居然是2只黑熊幼崽，而且还是活的。
这时，两道脆弱的叫声响起，两只小黑熊已经醒来，它们悲伤地走到大黑熊跟前，看到狗哥靠近两只小黑熊，瞬间毛发竖立。不愧是黑熊幼崽，真有胆气。狗哥直接来到狮子的身边，吞吸术用出，庞大的狮子身体不断缩小，最终直接被狗哥吸入腹中。狗哥的身躯再次暴涨，体长达到5米，体重达到400斤。恭喜主人吞吸一头狮子，力量加50，体型加50。主人已经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开始升级？开始升级。只见狗哥身体周围能量片刻之后，进化成一头银色獠牙，浑身布满黑甲的巨来了，重生成一头激活干饭进化系统，能吃就能无限进化。森林之中，两只棕熊幼崽慢悠悠地走着，其他动物不管是虎还是狼，全部仓皇而逃，只因两只熊仔身后跟着一头体型巨的战马。不愧是森林的中心地带，就连空气都是那么的清新。途经一条河流之时，两只熊仔突然有些害怕。有我在，你俩怕个毛线？口渴了就过去喝点水。狗哥快速来到河边，这时水面突然传来一股腥味。狗哥抬头看向前，只见一条黑影快速跑过，那是一条长达10几米的巨蟒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原来全部费功夫。这免费的食物岂有不吃的道理？狗哥直接跳入水，向着那只巨蟒缓缓过。面对狗哥庞大的身躯，水里那只巨蟒势如大战。靠近那巨蟒之时，那历史獠牙直接水面开始溅起无数水花，接着那条巨蟒的身躯浮出水面。片刻之后，那只巨蟒再也没了动静。狗哥插着那只巨蟒走上岸边，正准备吞噬这条巨蟒的时候，发现远处一头犀牛正盯着这头。不愧是原始森林，这么短时间就碰见了2只大型野兽。接着狗哥蓄力待发，3米长的犀牛才有所察觉，忽然一只庞大的黑影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直冲犀牛，犀牛瞬间被撞飞了上百米，重重的摔在一棵树上。狗哥使用吞吸术直接吞噬了巨蟒和犀牛，一股力量不断的冲刷着狗哥的体型，狗哥体型再次暴涨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黑甲狗，体重3600斤，力量600，体型550，技能吞吸术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狗哥不断狩猎，先后捕获一只3米的大猩猩，一头6米的大猩，一头长达4米的狮子。如今狗哥的体长已经达到6米，体重达到5000斤，两只小黑熊的体长也已经达到1米4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即便是碰见不加敌，我也能一下将其撞飞。狗哥带着2只小黑熊，向着森林北部走去。不久后，一个巨大的山洞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山洞里传出了巨声。这到底是吃什么长这么大的？这大象看着比我还要威猛。接着，2个庞大的身躯相互发起，狗哥的獠牙划破大象的皮，大象的巨掌也在2能的黑甲留下掌印。很明显，狗哥的防御力要远远的超过大象。不能拖延时间了，这大象的防御力也是相当不俗，这么打下去太消耗体力了。狗哥开始吸收周围能量，片刻以后全身闪烁，力量急剧增加，防御力更是惊人。大象看着此时的狗哥，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慌张。就在他想要逃离之时，狗哥犹如闪电般快速一声惊天巨响过后，大象的身体直接被重重的摔落在地上，再也没了气息。一会再吃你，先去看看山洞里还有没有同伴。狗哥带着2只幼熊走进山洞，山洞里大量的花花草草，其中一些不知名的果子还散发着阵阵香味。山洞最深处，一个巨大的池子，里面流淌着天然的泉水。瞧你俩那没出息的样子，出了门别说是我的小弟。随后2只幼熊开始享用泉水，狗哥则是来到山洞之外。这个地方真不错，可以用来做我的老巢。接着狗哥吞吸掉那头大象，狗哥的体型再次暴涨，体长达到9米，体重达到了1万斤。在山洞内休息几天，狗哥带着2只小黑熊继续狩猎。原始森林北部连接着出河谷，不远处是一座军事基地。狗哥带着2只小黑熊来到河边，远远看到2只体长9米的鳄鱼。又发现一处宝藏之地，这2只细狗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2只鳄鱼看到狗哥没有贸然进攻，而是开始慢慢的后退。狗哥庞大的体型犹如拖拉机一般，直接撞了过去。2只鳄鱼眼看无路可逃，开始迎接狗哥的攻击。双方接触的瞬间，鳄鱼直接被干翻到几10米远。这个场景被远处的军官尽收眼底，军官的眼神里一望各位，在跟头还带着一丝。这2只鳄鱼体长多少？这2只鳄鱼体长有8米多。能推算出那头战甲狗是什么境界吗？那头战狗并未使用全猎，而且根据那头狗的装备程度，肯定不是一个省油的狗，无法推测其实猎。难道又是一个逆天的存在吗？狗哥吞吸掉2只鳄鱼以后，体内一股能量体型和力量再次。这段时间我得多来海边走走，要是多碰见一些鳄鱼，就能进化得更快一点。转眼时间过去几天，这几天狗哥每天都来河边狩猎，很快随着猎食狗哥也到达进化的边缘。这天，狗哥照常带着2个小熊在海边狩猎，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原来是条鲨鱼。狗哥跳到水边，
狗哥开始使用分析术，直接将鲨鱼吸入体内。紧接着，狗哥的体型再次暴涨，体长达到11，体重达到1.8万斤。恭喜主人已经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开始进化？重生成一头激活干饭进化系统，能吃就能无限进化。狗哥吞吸完鲨鱼后，体型再次暴涨。已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进化？开始进化。紧接着，狗哥全身开始闪电，体型跟外形都开始发生变化。片刻之后，进化成体长超过14米的紫色战斗超级大。第二天，狗哥带着2只棕熊来到河边狩猎，海边传来猛烈的爆炸声，只见一群巨型蟑螂站在下面全是惊异的洗地内大狗，对他们却照不成任何事。这群蟑螂平均体长15米，为首的那只体长更是达到惊人的20米。好多细狗，马上都要成为我的盘中餐，满满的高蛋白。就在这群蟑螂进行激战时，空中一名僧人快速飞来，那僧人甩手扔出一个铁盘，铁盘接近蟑螂瞬间变大，一只蟑螂瞬间被切断。是盲生，有盲生大师的支援，我们赢定了。为首的蟑螂直接冲向大师，大师的铁盘庞大的身躯继续冲向大师，大师跳起10几米的高度，蟑螂紧接着一个神龙摆尾，直接将大师拍飞几10米。大师都被干飞了，看来这次真的没戏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庞大的金色身影快速出现，所有蟑螂变得恐慌不安，如临大敌。金色的鳞甲覆盖全身，狗哥如推土机一般直接撞向最大的蟑螂，一阵惊天巨响，蟑螂的身体被刺穿，轰然倒地，剩余的蟑螂吓得四散而逃。狗哥的身影再次化作一道金色残影，剩余的蟑螂还没逃跑，就纷纷倒地，败散阵来。金狗大人，感谢您拯救了我们整个队伍，我马上安排把这些食物送到您的洞府。二人回到山洞休息一夜过后，山洞门口堆着10几头蟑螂，同时还有将官留下的蟑螂信息。蟑螂等级分为兽兵、兽将、领主级以及传说之中的王级。军方目前发现的领主级共有4只，其中以蟑螂王的体型接近60，会使用爆炸烈焰，威力巨大。接着狗哥使用吞吸术吞掉10几只巨型蟑螂，体重直接达到2.8万斤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。机甲狗，体重2.8万斤，力量2800，技能吞吸术，能量汇聚，爆炸烈焰，下次进化条件9万斤。现在估计只有领主级的动物才能帮助自己快速进化，看来是时候离开森林，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了。不知何时开始，很多动物的体型急剧增大，这些大动物开始离开丛林，向着人类密集的城市发起进攻。狗哥带着2只棕熊刚刚踏入城市，就遇到10几猎狗，2只棕熊瞬间与10几头猎狗战斗在一起。猎狗的数量虽然2只棕熊却不落下来，不过片刻之间，10几头猎狗就被消灭过半，剩余的猎狗想要逃跑，狗哥轻轻一个撞击，就把这群猎狗消灭殆尽。不错，你们2个小熊可算有点用处了。城市另一头体长超过7米，这和2名武者打斗，其中1名武术家已经受伤，另外1人根本不是。就在巨蜥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，地面突然发出猛烈的震动，只见一头全身布满金甲的狮子巨兽出现在正面，身后还跟着2只舞女爬过去。那头巨蜥狗哥直接吞掉那头巨蜥，带着2只棕熊转身离开。自己重生之前，好歹也是人类，不能眼看着动物杀人不管不顾。紧接着，狗哥带着2只小棕熊来到平阳城，刚踏入城市，狗哥就闻到一股危险的味道。这座城市也有兽将，就在前面。一所大学的体育馆外有10几头身高数米的动物在攻击着大门。狗哥来到体育馆门口时，这些大型猛兽即将撞开体育馆，可以试试爆炸烈焰的威力，刚好拿这些猛兽当靶子。狗哥张开巨口，周围的灵气汇聚，一道红色的火焰，10几头猛兽瞬间被烤熟。狗哥使用吞吸术，将10几头猛兽全部吞噬，带着2只棕熊扬长而去。很快，一则金甲战狗王击杀10几头猛兽，拯救几百名学生的新闻在全国流传开来。一时间，金甲战狗王成为专门消灭猛兽的英雄。狗哥带着2头棕熊来到一座山里，2头棕熊的体长已经达到6米。检测到可契约的灵兽，主人是否契约？系统契约之后，它们会有什么变化吗？重生成一头激活干饭进化系统，能吃就能无限进化。狗哥带着2头东北虎来到一座山，突然就在这时，系统检测到有否契约的灵兽，是否契约？契约之后，它们会有什么变化吗？契约之后，灵兽会与主人心意相通，主人可以传授它们技能，只有完全忠诚于主人的灵兽才可以契约成功，否则会契约失败。开始契约。恭喜主人已契约成功。爸爸，我不是你们的爸爸，我是你们的二叔，以后你俩就叫熊大和熊二，要是敢不听话，就打断你俩的熊腿。系统传授吞吸术。
吞吸术传授成功。狗哥带着2只熊继续南行，途经一处丛林之时，遇到一个巨大的鸟巢，鸟巢内摆放着6颗巨蛋，6颗巨蛋犹如面盆一样大小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产生这些巨蛋的动物，最起码是高级兽将的实力，只可惜没被我遇到。突然，不远处的森林之中传来天天狼，同时狗哥感受到一丝危险的气息。这是高级兽将才有的气息，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狗哥带着2熊，向着狼嚎的地方突飞。不远处山峰上的一处格斗台上，几个武术家正在和一群庞大的野狼对决。这群野狼体长超过7米，为首的野狼王体长更是达到11米。这武术家大多已是身受重伤，面对这群野狼，众人已经没有抵抗之力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一声震天巨吼响彻天际。只见一头身披金甲的庞然巨物，带着2头庞大的黑熊，出现在格斗台上。刚刚还不可一世的野狼王，此刻却如丧家犬一般，夹着尾巴瑟瑟发抖。熊大熊2猎杀时刻到了，一个也不留。2熊接到命令后，并瞬间冲入狼群。狗哥则是把目标放在野狼王身上。就在狗哥在格斗台上吸收周围能量发动攻击之时，野狼王不战而逃，向着山下狂奔。狗哥的身形化作一道疾风，狂奔的野狼王瞬间飞上高空，接着狠狠摔落地上，再也不动。与此同时，其余的野狼也被2熊消灭殆尽。狗哥和2熊同时使用吞吸术，10几头野狼瞬间被吞吸干净。此时狗哥的体重达到5万斤，2头熊的体重超过7米。紧接着，狗哥带着2熊继续向着南方前行。狗哥的目的很明确，正是那只南方海域的巨兽蜥蜴王。途经贵阳县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震天巨响的鸡叫声，同时2腿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。这头高级兽将的实力不简单，这实力绝对在野狼王之上，不知道会不会是那头巨型蜥蜴的叫声。狗哥带着2熊来到贵阳县中心，只见一只身高超过11米的凶猛正在城中大肆破坏，城中的人类四散而逃，根本毫无抵抗之力。2熊看着这情景，纷纷发出兴奋的低吼。你俩不是他的对手，这只大公鸡和野狼王完全不是一个级别，估计这只大公鸡的实力已经达到领主级的地步。狗哥看了一眼身边的熊大和熊2，只见2熊在狗哥的腿上一直撒娇。你俩去攻击他吧，不过一会儿被打得哭爹喊娘，可别怨我。2熊听到指令后，快速扑向大公鸡。大公鸡大的双手不断挥舞，中间空地之上出现2熊庞大的身躯瞬间被吹飞上来，接着大公鸡飞到空中，快速冲向一掌抓伤熊大，智者夺生熊2。熊大熊2一时之间被打得惨叫连连。你俩这下应该知道什么叫一山还比一山高了。狗哥缓缓地走向大公鸡，公鸡王凝重地看着狗哥，眼神中没有了刚才的威武。2熊趁机脱困，灰溜溜跑到狗哥身后。这公鸡王还挺美的，一身彩色羽毛，远远看起来还有点像凤凰，不过跟我比还是要差一点。这公鸡王应该极其不简单吧？没错，这公鸡王凭借昆之血脉的优势，能够发挥远超同级巨兽的实力。那这2大巨兽的对决，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对峙之一。战场上的技术实力，狗哥快速吸收周围能量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公鸡王快速挥舞双翅，平地之上出现4道流血风同时吹向狗哥，却是纹丝不动。公鸡王飞向高空，就朝着狗哥奔去。狗哥抬起人牙，一声惊天巨响，公鸡王被撞飞数百米，重重摔落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领主级的怪兽也不过如此，在我面前不堪一击。狗哥使用吞吸术直接吞吸了公鸡王，同生同一头激活干饭进化系统，能吃就能无限进化。狗哥使用吞吸术直接吞噬了公鸡王。恭喜主人吞吸领主级巨兽，力量加1400，体型加1200。恭喜主人开启觉醒武器印记技能。系统，什么是武器印记？武器印记是主人的武器核心，只要凑齐锻造材料就可以合成本命武器。系统，我的本命武器是什么？主人的本命武器是狼牙棒，需要材料钢9万吨，铁9万吨，铜1万吨。狼牙棒不是哮天犬的武器吗？系统这是想让我走哮天犬的路线吗？这时2名中年军官走到狗哥面前。金甲狗大人，感谢您拯救了我们贵阳市所有士兵。如果您有什么诉求，尽管提出，我们会尽量满足您。我想和你们做一笔交易，我需要9万吨钢、9万吨铁和1万吨铜。你们可以选择3颗公鸡王的兽蛋，或者让我出手一次的机会。请金甲狗大人稍等片刻，我们请示一下上级。片刻之后，2名中年军官再次来到狗哥身边。金甲狗大人，10万吨钢和10万吨铁会在2天内筹集完毕，并且运送到贵阳市，而1万吨铜却只能筹集4000吨。向南100里的平安市有一座铜矿，这座铜矿储存着1万吨的铜。不过那里是猩猩王的地盘，那猩猩王可是一头领主级的巨兽。把铜矿的详细地址告诉我就行。还有你们的选择是什么？我们选择3颗公鸡王的兽蛋。
时间转眼过去2天，3种材料全部运输完毕。狗哥张开巨口，把材料吞吸到硬脊中，然后带着两雄向着平安市出发。这个猩猩王崛起的如此之快，肯定是天赋异禀的存在。如果能够将猩猩王吸收掉，对我的进化有着绝对大的帮助。这时，一座壮观高大的城墙出现在狗哥的眼前。这座城市不仅城墙极高，而且城墙上还有大量的动物性士兵。平安市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这时，不远处传来呼救声。狗哥抬眼看去，只见几个男人正在蛮横地拉着2个漂亮的小女，手上还拿着绳子和粗大的麻袋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这些人竟敢强抢民女！狗哥一声咆哮，两熊直接飞奔过去，巨大的熊掌瞬间将那几名男子拍飞。多谢金甲狗大人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绑架你们？金甲狗大人，这些人是平安市高家的佣人。高家公子喜好美女，所以他们高家经常绑架一些女子，供高家公子享乐。糟蹋完以后，就会扔出城外，自生自灭。这个高家真是可恶至极！我既然遇到了，就没有不管的道理。此时，城墙上的高家主管看着城墙下的狗哥，露出阴狠之声。在这平安市，我高家就是世界。想动我高权的孙子，就算你是金甲狗也不行。狗哥巨大的身躯开始移动，缓缓靠近平安市的城门。人类，将高家公子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高主管，还是将公子交出去吧，不要连累整个平安市的人。二哈是我的亲孙子，我要是交出去，以后还怎么在平安市混？此时，狗哥距离城门越来越近，高主管突然下令开门，无数的炮火和激光炮飞涌而来，全部向城门攻击而去。一时间，狗哥庞大的身躯被爆炸了。看着埋没在炮火中的金甲狗，高主管露出一丝喜悦之色。任你是领主级巨兽又怎样？说到底也不过是一只野兽，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对手？炮火狂风吹动着整个天，炮火产生的浓烟缓缓散去，狗哥的身影毫发无损出现。下一刻，一道城墙上的高主管被这道火焰瞬间蒸发，所有人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。片刻之后，高家公子就被几个人抬着从城墙上扔了下去，直接被摔得蒙圈了。金甲狗大人，请您饶恕我们的不敬，我一定会将平安市的高家全部铲除。金甲狗大人有何诉求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的配合。我需要一份周围所有巨兽的分布图。好的，金甲狗大人，您稍等片刻，我马上安排人去整理。片刻之后，平安市送来一份详细的地图，上面不仅有周围巨兽的分布条件，还有基地市探测到的一些人口信息。狗哥收起地图，带着两熊扬长而去。浓蒸成一头激活干饭进化系统，能吃就能无限进化。狗哥根据平安市提供的信息，带着两熊来到一处原始森林。森林中经常有领主级的巨兽，被列为整个东北省的禁区。平安市提供的信息果然准确，这里确实有很多大型巨兽。突然，前方传来壮声声，一头庞大的犀牛朝犀牛发起攻击，伶牙俐齿不断挥击，却始终没能破开犀牛的尾巴，反而被犀牛拖行腿成了地。这头犀牛防御挺高，以他俩的实力，恐怕破不开防御。你俩让开！狗哥化作一道犀牛，直接撞向超级犀牛，重重摔出数十米。狗哥和二熊使用吞吸术消灭敌袭，两股强烈的能量波动，熊大熊二直接进入进化。你俩终于可以进化了，估计这次进化需要耗费一些时间。这时，丛林深处传来一声，仿佛有某些庞大的巨兽。这是被进化的动静吸引过来的，而且还是领主级的巨兽。森林中的草丛发出剧烈的摩擦声，很快，一条体长超过30米的巨蟒就窜出丛林。这条巨蟒刚看到狗哥就吓得转身逃。狗哥张开巨口，吸收周围能量，一道赤红的火光喷射而出，那条巨蟒直接被烤熟。到嘴的鸭子还能让你飞了不成？狗哥使用吞吸术，庞大的巨蟒直接吸入口中。恭喜主人吞吸一条巨蟒，力量加1000，体型加1000。恭喜主人体型达到8000。成功觉醒狂热真身，狂热真身激活条件需要吞噬1万头领主级巨兽。系统，什么是狂热真身？狂热真身是主人的血脉之力，真身状态，体型极其庞大，乃是主人的完全体状态。公鸡王的体型也就10吨左右，激活狂热真身，起码要吞噬8万头公鸡王这样的细狗。我他喵去哪找那么多领主级巨兽？此时，熊大熊二不断周围能量不断涌入身体，他们的体型。这时，丛林中再次传来巨兽，一头超过4米的野兔探头。狗哥再次使用爆炸烈焰，那头巨型野兔当场没了气息。接着不断有巨兽从森林窜出，能接连捕获一只5米的巨型獬形，一只7米的骆驼，以及一头9米的梅花鹿。不过片刻之间，地上铺满了巨兽。狗哥看着这些巨兽，不禁露出得意之色。吞噬完这些巨兽，我就能再次进化了。狗哥使用吞吸术直接吞噬掉这些巨兽。
恭喜主人体重达到10万斤，力量达到1万点，已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开始进化？开始进化。不然无余力，然后一道黄光着直冲云霄，狗哥的身体不断升级，片刻之后进化成一个身高20米的战斗巨狗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金甲狗，力量1万，状态金甲战体可切换战力真身，技能力量领域，爆炸烈焰，能量吸收。现在的状态还真不错，等我合成狼牙棒，我的实力肯定还会大有提升。狗哥释放出力量，方圆千米被一股强烈的能量笼罩，接着所有树木瞬间被压得在力量领域的包裹下，可以任意飞行。这力量领域果然强大，我现在可是一头会飞的狗。这两声震天响亮，已经进化成体长超过10米、威武霸气的变异巨型。狗哥带着两熊继续向着扬州城出发，不多时就来到扬州城，有一名女子已经等待多时。金甲狗大人，我们接到平安市的通知，特命令我带您去铜矿场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狗哥使用力量领域，直接带着两熊和女子飞行，朝着铜矿所在的位置飞去。这是一声撕裂黄金的声音，高空之上传来。狗哥不禁看向上空，只见一只体长达到15米的巨正翱翔在高空。金甲狗大人头顶上那只巨兽名叫灰羽王，也是一头领主级的巨兽。要不我们先降落在树林之中？区区一只老鹰不足挂齿。狗哥直接扩展力量，爆炸烈焰喷向云，只见高空的云层直接被撞断，紧接着灰羽王庞大的身躯一阵剧烈的炸响过后，灰羽王庞大的身躯在已经再无半点气息。这爆炸烈焰果然不是白叫的。随后狗哥吸收了并继续在丛林上空快速飞行。同心同力头，只要不断吞噬巨兽，就能无限进步。体重既然达到了1400。狗哥吸收完巨鹰以后，继续在丛林上空快速飞行，不多时就来到铜矿场。巨大的矿洞内散发出巨兽的气息，熊大和熊二兴奋地跑进矿场。狗哥和女子则是寻找铜矿。这时，一个身高10米的猴子突然跳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根巨大的木棍。这猴子还会使用武器，看来是只高智商的巨兽。猴子挥舞着木棍向着狗哥砸来，狗哥抬起银牙一击，一阵巨响过后，木棒直接断开。狗哥接着使当场没了气息。这只猴子这么弱，应该不是铜币王。狗哥立即走过去，直接将铜矿吞噬，紧接着印记上的图标闪闪发光，开始进入融合状态。此时的城市的城墙外聚集了一大堆猿类巨兽，为首的是一只身高25米的巨大猴子，手里拿着一根巨大的铁棍，足足有40米。旁边一黑一白两头大猩猩，身高也都超过15米。这铜币王真是狡猾，这么久时间不见踪影，原来是去找帮手了。铜币王这次带了这么多怪兽，恐怕能救咱们的只有金甲王了。铜币王扬起铁棍狠狠砸在城墙上，城墙硬生生被砸出一个缺口。接着所有巨兽一拥而上，开始朝着城墙发起进攻。这时狗哥带着两熊和那名女子从天空缓缓降落，狗哥身上散发的强大气息令所有怪兽暂时停止攻击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这铜币王少说也有50吨的重量，在领主级巨兽中也是极为强大。这时铜币王和黑白巨猿对狗哥形成包围状态，下一刻3头巨兽几乎同时形成。狗哥全身开启护盾，同时施展力量，空气中出现一股剧烈的能量，巨大的压力让铜币王直接双手挥舞，一黑一白两只巨猿更是被这股力量直接拍在地上。铜币王撑起铁棍，企图将这股力量拍起，这股力量突然增大数倍，最终将铜币王直接压倒。此时虎一和虎二也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的巨兽，其余小部分也被吓得四散而逃。恭喜主人体重加100吨，力量加400。这里的问题解决了，熊大熊二，咱们走去下一个目的地，我需要吞噬更多的巨兽。接着狗哥带着二熊扬长离去，向着蜥蜴王所在的南方战场进行，很快就来到了南海边缘，这里正是蜥蜴王族群出现的地方。然而你找遍海滩，却连半只蜥蜴都没看到。不过在周围的海岛上却有一些高能量的海龟。你朝着两熊挥动了2下踢，两熊便长笑着扑了过去。不管是熊大的还是熊二的疯狂乱抓，都没有对海龟造成半点伤害。这种全部的地狱之两熊只能干瞪着。怎么能提升小家伙们的攻击呢？一边伺候一边随意喷出龟壳被火焰持续加热，海龟终于扛不住高温，伸出脑袋，被一直守在旁边的熊二咬住了脖子。突然狗哥想到了一种方式，系统能不能把爆炸烈焰传授给两熊？学习爆炸烈焰需要高级血脉，灵兽熊大熊二已满足条件。传授爆炸烈焰。系统忽然朝向两熊爆炸烈焰，两熊身上一下子冒出银色火焰，两个小家伙们被烧得好奇怪的是，他们身体并没有受到伤害，足足过了半个小时，火焰才钻进了他们的身体。熊二对着一只海龟张开嘴巴，一道金色的火焰瞬间喷射。熊二激动的摇尾巴。二叔，我也会毒。
可他的话刚说完，就被一个巨浪拍进了水里。海面上一个老头踏浪而过，刚跳到海底，他身后便掀起了高低水，在巨浪顶端还落入一只大，光是一个脑袋就有20米。就在狗哥双目注视的刹那，他竟然张口就朝他，却在半空中停下，显然无法突破你的力量。见到这一幕的大章鱼明显一怒，紧接着他一发出，伴随着大章鱼的咆哮，海面上顿时出现了大量的水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召唤系。就在大章鱼的触手中，无数的海洋怪兽朝着海岛涌，不过大章鱼却是只是用触手不断发动着攻击的力量。眼看海怪们登船岛屿，狗哥却没有任何动作，可身旁的熊大和熊二却径直扑了上去，同生成一头，只要不断吞噬巨兽就能无限体重竟然达到了1400。大海之上无数巨兽不断袭击，熊二对战的是一只龙虾怪，身体更是足有40米长，而熊大面对的则是一只大螃蟹，宽度同样超过了30米。你看到这些海怪的体型大为满意，看来填饱肚子应该没有问题了。面对大章鱼的绝技五连鞭，你却丝毫提不起兴趣，目光始终注视着熊崽子的战斗。熊大一边用爆炸烈焰烧烤着龙虾，一边高速射对方。看来熊大能击败他。可当你看向熊二战斗时，却瞬间脸黑下。虽然小家伙的爆炸烈焰飞出去，可方向却总朝着对方菊花和三角带。横冲直撞的螃蟹不断吐着泡泡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正当你琢磨给熊二做思想工作的时候，见你始终不还手的大章鱼终于靠近了海岛。你转身冷冷地看向他，紧接着力量领域瞬间展开，一道无形的波纹在空中荡漾，包括大章鱼在内的所有海巨兽吸波影响去。狗哥操纵着力量领域，把所有海巨兽带回海岛，随后张开巨口使用分析术，全部吸收。一、种类金甲猪可切换金甲战体，觉醒黑天真身，吞噬10万吨高能量食物可激活，已吞噬4900吨。果然还是海中的怪兽发育好啊，也不知道是吃什么高蛋白长大的。就在你吞噬这么多海怪时，熊大和熊二也解决了战斗，吞下大龙虾和小螃蟹。熊崽子也开始了进化，首先是身体肉眼可见的膨胀，转眼就超过了15米，紧接着大腿长出翅膀般的颜色力，极大的强化了熊崽子，甚至还能发出锋刃气息。正当熊大放声长啸时，一边凉快的老头快速的走了。感谢金甲王大人出手，您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，马上海兽潮汐就要来了，而且雾岛的神秘存在也快降临海岸线基地了。海鲜外卖就要来了，而且还是管饱那种，甚至还有珍贵的食材。你的嘴角不自觉流下了晶莹的口水，在老头惊骇的目光中，一道恢宏的声音在周围响起。雾岛在那里，你可以走了。刚到达雾岛，你们便遭遇了袭击，可攻击你们的竟然是鱼虾这类低能量生物，而且就算攻击他们却依旧前赴后继。看着面前被蓝色雾气笼罩的岛屿，你的神色变得凝重了几分。发动力量驱散雾气，数头高能量生物立刻扑了过来。不等你招呼，两熊已经扑了上去，仅仅几个呼吸，熊大已经提爪拍死了对付公主大，而熊二也没有动气，他的爪子正疯狂地攻击着一头鳄鱼。就在熊崽子轻松吞噬着岛上怪物时，一道愤怒的低吼在岛屿上空炸响，紧接着天空汇聚起层层黑云，原来的晴空瞬间变成黑夜，一道道闪电从天空劈下，目标正是两只虎海岛。然而雷电刚落到虎海上空就消散不见。你用力量领域接下闪电后，闪烁寒光的双眸死死地盯着天空，伴随着一声高飞云中钻出一个庞然大物，那是一头足有100米长的神龙，蓝色晶体的龙身上还长着一对翅膀。虽然你在它的面前就犹如蚂蚁一般，可蓝龙刚一出现，便死死盯着你的位置。不过熊崽子看着你被瞪眼，立刻不乐意了，机智一批的他对着蓝龙连续发动着爆炸烈焰，可对方只是摆了摆尾巴就将其拍散。被激怒的蓝龙却没在意熊崽子，而是张口朝着你吐出一道紫色雷电。本以为力量领域能够轻松挡下，没想到紫色雷电居然穿透了领域，直接轰在了你的金甲上面。由于有着金甲护体，你没有太在意，可免于被伤害的金甲手自失效。下一秒你就体验到雷轰是什么感觉，麻酥酥的还挺舒服。蓝龙寒冷的眸子里首次出现惊讶的情绪，紧接着高亢的龙吟声再次响起，雾岛深处数道强悍的气息飞速靠近战场。一头燃烧着火焰的雄狮踏空出现，两只全身包裹寒气的蟾蜍带着孤寡而来，还有无数低级凶兽不要命的朝你冲来。虽然地动山摇，场面确实壮观，不过你的脸色却没有丝毫变化，只是开启了最大强度的力量。一瞬间暴动的场景便在刹那间静止，可在下一秒，这些凶兽便被压力生生挤爆了身体，就连狮子和蟾蜍这样的高能量生物也仅仅多坚持了2秒。只有浑身闪电缠绕的蓝龙挣脱了束缚，眼看他就要扇动翅膀逃走，你切换成金甲战士状态，变成了人身金甲天兵，然后凝聚一股力量在双手，朝着逃跑的蓝龙用力射击。金甲狗王大战闪电，不料却被一群海兽
后浑身闪电缠绕的蓝龙出了数秒，眼看他就要扇动翅膀逃走，已切换成金甲战士状态，变成了人身金甲天兵，然后凝聚一股力量在双手，朝着逃跑的蓝龙用力射去。蓝龙急速飞行，不断躲闪，紧接着更多的能量球砸向蓝龙，那100米长的蓝龙直接被炸得掉了下来。切换回野兽形态，你把2只孤骨蟾蜍丢给了熊崽子，张口吞下了蓝龙和火焰狮子。冰种类金甲狗，可切换金甲战体觉醒黑天真身，吞噬10万吨高能量食物可激活，已吞噬13800吨。看来再吞掉几只蓝龙这样的生物，黑天真身就能解锁了。地狱难度的激活条件，不知道会有怎样威势。没等你继续思索这个问题，熊崽子已经吞噬完其他凶手，如同翅膀般的银刃变得寒光四射。原本打算解决蓝龙就返回海岛，可雾岛中央的灵力波动让他改变。带上虎崽子钻入雾岛中央的里面的画面几乎闪瞎了小家伙的双眼，溶洞内遍布着透明的灵石，庞大的灵力几乎灌满。这东西能吃吗？你的脑海里蹦出这样一个想到就走，你直接张嘴吞下一口灵石。力量加100，吃灵石居然如此逆天，增加的力量和一般的高能量生物等同。于是你张开巨口，把灵石当灵石一样吞噬。力量属性达到5万，可以开启储物空间，是否开启？开启，这样以后携带东西就方便多了。于是你继续开心的吞噬灵石，希望这些灵石能让你突破10万力量，开启第4次进化。然而一个声音打碎了你的幻想。无法再通过初级灵石获取属性。美食在前却无法享受，让你异常恼火。看着身旁的熊崽子，你目露凶光的挥动蹄子。小崽子们，这些可是好东西，没撑到肚子爆炸，不准停下来。两熊含泪吞噬着灵石，熊大第一次感受到吃饭的痛苦。等到2只小老虎已经瘫在一旁的时候，你才开启储物空间，收走了溶洞内所有灵石，看着干干净净的溶洞，心满意足的带着虎崽子离开了雾岛。然而还没靠近先前的海岛，你就看见无数海怪从天际线涌来，一瞬间就淹没了海岸线。老头说的兽潮终于来了。熊大看着无数海兽站在你旁边，对着怪兽群低吼。你听出了他吼声里的意思，没想到真有一个大家伙一头长着双脚的大鲨鱼离开兽群，爬上雾岛就对着熊大冲了过去。那20米长的身体却异常灵活，一个铁头把熊大熊二见哥哥被欺负，立马就挥动翅膀，甩出了一道道锋刃。然而对方的头确实够铁，硬接了熊二的锋刃，却毫发无伤。然后看都没看熊二一眼，就张开尖牙利齿的大嘴朝着熊大游去。虽然熊大依靠速度抵制鲨鱼利齿，却被对方一尾巴又生飞出去。眼看大鲨鱼又张开了大嘴，熊二赶紧喷出爆炸烈焰。感受到危险的大鲨鱼停下了动作，张嘴喷出水柱进行抵挡。水火的碰撞立刻大量水蒸气，而熊大也趁着水蒸气的蒸腾，靠近了大鲨鱼，在接脸状态下喷出了爆炸烈焰，瞬间烧穿了大鲨鱼的眼睛。紧接着熊大更是跳上大鲨鱼的脑袋，对着大鲨鱼的另一只眼睛疯狂乱抓。大鲨鱼的尾巴在海滩上不断拍打。几分钟后，它终于安静地躺在了地上。二叔，我要吃鱼了。接收到熊大的传音，你停下了本想教训小家伙混武器。熊大吞噬掉大鲨鱼后，熊崽子再次开启了进攻，不仅身形已经超过了20米，原本如翅膀一般的银刃也更加足。灵兽满足条件，力量增加1万。你完全没有想到两熊进化还有奖励，而且是足1万点的力量，就算把2只小家伙吃了，也增加不了这么多。还差4万的力量就能再次进化，还有没有可以增加力量的方法呢？第1领域级功法可增加力量。你想到了人类传承至今的一些玄妙体系，看来得找机会再和人类做次交易。就在你这么想着的时候，海岸线基地连绵的轰鸣声响，海兽们终于等到。本以为人类接近这个世界，没想到第一波接触居然是海兽吃了大亏。觉醒的人类依靠阵法凝聚了螃蟹线，最先登陆的大龙虾和小螃蟹刚发出怒气，就被无数光剑搅得稀碎，同生成一头。只要不断吞噬巨兽，就无限体重竟然达到了1400。无数的海洋生物速度抢滩登陆，20米长的大海龟硬扛着炮火挡在了最前方，10多米高的小螃蟹横冲直撞冲进基地。近战刚一爆发，人类便陷入了绝对的劣势，无论是单体力量还是群体数量，都完全被抵抗。看着海岸线基地即将沦陷，却并没有选择动手。这些低能量的食物再多，也提升不了黑天真身进度。突然，海岸的前海区域却安静了起来。紧接着响起了惊天的轰鸣，一朵数公里宽的蘑菇云升腾而起，无数的低能量海兽瞬间连渣都不剩。正是人类的最终武器核弹，凭借着核弹的毁灭打击，海岸线基地堪堪挡下了第一波海兽潮汐。正当人类欢呼胜利的时候，你的目光却死死盯住了天际线。一只高达100米的蓝皮大蜥蜴从深海中走了出来，在它身后更是钻出无穷无尽的红皮蜥蜴，最小的体型都超过了20米。伴随着蜥蜴王的一声，第二波海兽潮进攻开启。
面对如此恐怖的蜥蜴族群，海岸线基地再次投放出核弹。然而这一次的结果却让所有人绝望，蜥蜴们已经受了点皮外伤，而处在爆炸中心的蓝皮蜥蜴王更是毫发无损。就在你迈开蹄子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天空中飞来一条长着翅膀的雪白獒犬，散发出的气息丝毫不弱于蜥蜴。看到这种高级食材能有双份，你的嘴角不自觉流出了口水。然而不等你动手，獒犬居然挥动力气，率先发动了攻击，而它的目标却不是人类，而是蓝皮蜥蜴。原来它是人类阵营的守护神兽。獒犬召唤疯狂砸在蜥蜴王身体，把蜥蜴王轰得连续后退。可就在獒犬趁势追击到海边时，海底深处突然冒出一道数十米粗的水，把獒犬轰飞的同时还冰冻了起来。你也没想到蜥蜴王居然还有帮手，足足安静了好一会儿，冻死的家伙才钻出海面。那是一只100米长的水母，浑身都散发着冰冷的蓝色海气。看到獒犬落败的时候，你就带着熊崽子们飞出了藏身的雾道。在蓝色水母出现的瞬间，你已经把力量领域展开到了最大化。原本厮杀惨烈的战场瞬间静止，紧接着蜥蜴们便原地爆炸，只有蓝皮蜥蜴王和蓝色水母。眼看两个家伙还想逃走，你切换到金甲战体状态，强化属性后的力量，再度禁锢住水母。你伸手朝着水母缓缓握紧，蓝色水母的身体不断颤抖，身上的气息更是迅速攀升。眼看对方就要挣脱束缚，你握紧拳头再度用，无形的压力瞬间把对方抱开。可看到你如此强悍的实力，蜥王却没有逃走，强悍的气息从身上散发出来。紧接着他张口对你喷出了蓝色光芒，感受到蓝色光芒的冰寒气息，你也没有硬抗，一甩头喷出了琉璃火吐气，金色的火焰穿透了蓝色光芒，从蜥蜴王的脖子处穿透而过。万没想到，喉咙破了个大洞的蜥蜴王仍然活着，他身上的寒气迅速凝结成冰，封住伤口，然后掉头潜入了海水中。虽然你完全可以追上去解决掉对方，但是你却没有动手。这家伙的族群还有很多高能量生物，在你的力量领域下，蓝色水母快速朝你飞来，然后被你一口。丁，种类金甲狗，可切换金甲战体觉醒黑天真身，吞噬10万吨高能量食物，已吞噬43000吨。吞掉水母后，你一头扎进，朝着蜥蜴王追去。没想到穿过涡流，竟然来到了一处小岛，而且刚一登岛，你就看到蓝皮蜥蜴返回小岛的开心模样。你决定送给他一份惊喜。正当蓝皮蜥蜴在海滩狂奔的时候，你从天而降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在他惊骇的目光中，你直接使出了力量领域。尽管蓝皮蜥蜴王想拼命逃跑，但是伴随一声咔嚓的声响，他的身体便瘫倒在了地上。你只是对着蜥蜴王张开口。丁，种类金甲狗，可切换金甲战体，觉醒黑天真身，吞噬10万吨高能量食物，可激活，已吞噬63000吨。眼看黑天真身即将激活，可你却没有选择立刻在小岛上狩猎，而是钻出涡流，朝着海岸线基地飞去。看着虎崽子们平安的模样，你才放下心来。但是当你转身看向基地的时候，一瞬间是不是有气息？这些人类居然在收集你干掉的海兽尸体。可还没等你发动领域倾泻怒火，一个熟悉的老头已经朝你飞来，正是你在海岛上救下的人。同生成一头，只要不断吞噬巨兽就能无限体重竟然达到了1400。注意看，这些人类居然在收集狗哥干掉的海兽尸体，看来贪婪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理智。你愤怒之下释放了领域气息，可还没等你发动领域倾泻怒火，一个熟悉的老头已经朝你飞来，正是你在海岛上救下的人类。老头一来到你跟前就弯腰朝你击。金甲狗大人，海兽的尸体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。听到老头的话语，你的怒气值一下子倾覆，虽然内心尴尬的一批，但是你却依旧冷着脸回应。干得不错，我想和你再做一个交易。看着老头认真倾听的模样，你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我需要人类最顶级的功法，作为交换，除了高能量海兽的尸体，其他的海兽全部归你。老头没有丝毫犹豫答应了你。不过我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收集。对此你也没有意外，约定时间后，你就带着熊崽子回到雾岛。可刚到雾岛不久，两熊都瘫倒在了地上，你仔细感应一番才放下心来。这两个小家伙居然又开始进化了，看来在这次受潮中，他们吃的也不少啊。本以为熊崽子们的进化会和之前一样迅速，万没想到的是，足足过了3天，他们俩都还没醒来。感应到两个小家伙越来越强的气势，你决定还是先守护熊崽子完成进化，再前往海岸线基地获取功法。直到过了1年，熊崽子们才开眼醒来。在旁边的熊小时，熊大和熊二的体型急速，转眼身形就暴涨到了30米，两道翅膀般的银刃更是不断延伸，轻轻扇动就形成了孔的飓风。看到熊二刚进化完成就朝你飞来，你一直冰冷的脸上露出几分笑容。然而下一刻，熊二就让你认清了现实。二叔，你怎么变小了？你看起来有点短了。你冷着脸看向熊二，虽然你的体型也足足有20，但是在30米长的熊大面前确实是个。看着不断在你身旁如同苍蝇乱飞的熊二，低沉的声音响出：“老子数到3。”可是熊二好像并没有察觉到你愤怒依旧在你头上乱飞。3。伴随着你吐出的这个，
熊二唰的就从半空砸了，被你用力量领域埋进了沙子，只是剩下翘臀露在外面。你无奈的看着这个小家伙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像熊大一样正常点呢？这怕不是熊崽子，而是熊孩子吧？收拾了熊二一顿后，你带着小家伙们再次来到了海岸线基地。可还没等你靠近，你就看到了老头正在被人围殴，而且围殴他的人也很奇特，整体造型竟然和你的金甲战体状态很相似。就在老头快招架不住这些生物的时候，你的眸子瞪向几人，下一秒这几个生物便静止在了半空，只有那个背着乌龟壳的男人不仅没有停下动作，而且身上的气息还在。然而他暴涨气势之后却没有发动攻击，反而飞速朝着后方退去，伴随着一声雷鸣，海岸线上一尊庞然大物急速朝着基地靠近。可当这个怪兽从海里露出全部身形，你瞬间一愣，那居然是一只碧绿色的大乌龟，不过它的头却长着一对龙角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龟？看着龙龟咆哮着朝你，你对着它使出了力量领域，没想到这向来死笑劈你的技能居然失效了。对方龟壳上显现出八卦图案，速度丝毫不减的龙龟朝你冲来。既然物理攻击行不通，那就换魔法。你张口朝着龙龟喷出了爆炸烈焰，碧绿色的龟壳迅速变得通红，眼看龙龟就要被烤熟的时候，背着乌龟壳的男人头冒出碧绿的光芒，紧接着绿光瞬间注入龙龟的身体，火红的龟壳慢慢又恢复了碧绿色彩。本来你还没准备朝着几个半兽人动手，可看到对方竟然找死，你也没有客气的加强了力量领域。几个半兽人承受不住压力，纷纷原地爆炸，失去了支援的龙龟再次变红，伴随着一声咔嚓声响，厚实的龟壳片片碎裂开来。当你再次对着龙龟使用力量领域的时候，龙龟没有丝毫反抗的变成了肉球。冰种类金甲狗，可切换金甲战体，觉醒黑天真身，吞噬10万吨高能量食物可激活，已吞18万3000吨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老头才走。感谢金甲王大人的救命之恩。是你却没有回应老头的话语，只是指了指那些慢慢变成人类的半兽人尸体。然而老头看到那些尸体的变化，却没有丝毫惊讶。那是小日子的基因试剂，通过注射这种药剂，可以获得怪兽的部分能力，不过代价却是会随着使用次数失去理智。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我收集了顶尖功法的消息，才派来了这些忍者抢夺。听到老头提起这个，没有再管地上这些家伙，而是招呼起虎仔跟着老头朝一座广场里。本以为功法会是书籍这样的东西，没想到老头却从最初版本找，眼前的石碑居然就是人类最顶级的功法。获得初级功法，力量达到10万，开启第4次进化。进化刚刚开启的时候，你的体型开始不断膨胀，原以为起码能够翻个倍，没想到刚到30米就停止了生长。看着熊崽子们那意味深长的表情，你决定得赶紧激活黑天真身，让2只熊崽子明白，你二叔始终是你二叔。穿过深海的漩涡后，你带着2熊来到了蜗牛岛，感受到远超外界数倍的灵气。熊大和熊二在空中尽情撒欢。就在熊二刚发出一声咆哮之后，蜗牛岛中心的原始森林也传来一声怒吼。看着2个小家伙跃跃欲试的，该放手，让你们学会独立成长。虽然我同意让你俩自由行动，但还是小心点，别靠近森林中心。伴随着2道狂风击响，熊崽子们瞬间就消失在森林之中。即使知道放手才能让他们快速成长，但是你依旧还是不免失落。就在你分神的刹那，一条40米长的鳄鱼跳出水面，张口咬住了你的狗头，紧接着就是一个死亡翻滚。然而结果却让鳄鱼彻底懵了，一直以来无往不利的杀招，居然对这头黄金脆皮狗毫无效果。你冷冷地看了鳄鱼一眼，鳄鱼便原地爆炸。由于这个小插曲的出现，你的心情重新平静下来，终于你也迈开了脚步，朝着森林的深处走去。万万没想到，森林的中心居然是一处看不到头的湖泊，而在湖泊中更是游动着无数气势强大的生物，其中的2只大蜥蜴更是让你眼前一亮。一只体长100米的绿皮蜥蜴正眼露寒光，另一只小一些的黄皮蜥蜴也死死盯着。在我看来，蜥蜴王在临死前留下了什么标记，才让我一出现就被这2只蜥蜴发现。然而你不仅没有在乎2头蜥蜴的目光，更是飞到了他们的头上，静静躺着。能生成一头激活干饭进化系统，人吃就能无限进化。面上2只绿皮蜥蜴，下一秒就喷出了蓝色激光。可惜你早有防备，张口喷出爆炸烈焰，轻松挡了下来。可突然产生的水蒸气却干扰了你的动作。就在水蒸气出现的刹那，绿皮蜥蜴便潜入水中失去了踪影。下一秒，它便出现，紧接着喷出红色火焰。然而你却没有做好闪避的打算，只是默默开启了金色护盾。伴随着一声爆炸，绿皮蜥蜴被炸飞了好几米远。你抬起鼻子附加上力量，然后狠狠砸中了对方，把一个绿皮蜥蜴直接炸晕了过去。眼看绿皮蜥蜴被你轻松解决，另一个绿皮蜥蜴就要潜入水中躲藏起来。然而你眸中只是金光一闪，便锁定了它的位置。紧接着突出的爆炸烈焰直接穿过湖面击中绿皮蜥蜴，即使它在水中不断破
也无法弄灭身上的火焰。几个呼吸过后，它也同样失去了生机。你张口吞下2只大蜥蜴，总算是让你蜥蜴王一家子在肚子里团聚了。丁，种类金甲狗，可切换金甲战体，觉醒黑天真身，吞噬10万吨高能量食物可激活，已吞噬9万吨，就差最后1万吨高能量食物了。你继续朝着湖泊中心飞去，那里散发的灵气明显比其他地方要浓。这里肯定会发现珍贵的食材。让你没想到的是，湖泊的中心居然还有一个小岛。正当你降落到小岛的时候，周围便涌出无数的猴子，看着你朝着小岛的中心前进时，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你。可发现你没有攻击他们的时候，这群红毛猴子居然龇牙咧嘴起来，更是在几只壮实的猴子带领下，朝着你扑了过来。原本你都没打算对这些家伙动手的，可没想到这群猴子却是欺软怕硬的。你没有保留的喷出爆炸烈焰，变化成为了一头金色的火焰巨虎，一声嚎叫过后，全部应声倒下。你把冲过来的猴子全部一口吞体。丁，吞噬高能量食物20吨。就增加这点任务进度，杀光这群家伙也不够塞牙缝。就在你这么想着的时候，2声虎啸叫从小岛紧接着2只巨虎就出现在你眼前。你好奇地打量着对面的2个家伙。都说一山不容2虎，除非一公一母，这2只老虎果然也是如此。感受到你意味深长的目光，巨虎瞬间暴起，化为了2道飓风朝你冲来。然而还没靠近，便被你的力量领域拦了下来。我操！本以为对方也不过如此，没想到他们的额头居然银色的月亮刚一出现，猛虎的气息便不断飙升，就连你也感受到了一种锋锐的气息，仿佛要冲破你的力量领域。正当你要开启金甲护盾强化身体防御的时候，你的额头居然也冒出金光，一股凌厉的气势瞬间盖过了猛虎明月的威势。9齿狼牙棒淬炼完成。紧接着伴随着一声惨叫，狼牙棒已经洞穿了他的脑袋。看着漂浮在面前的狼牙棒，你好奇心大作，不知道它的大小变化到底如何。于是你对着狼牙棒不断喊着：“快大起来！”不一会，狼牙棒变化为了超过100米的大棒。然而你却感知到这还不是极限。难道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，说大就大？根据质量守恒定律，花费了10万吨铁、10万吨钢以及1万吨铜才打造的狼牙棒，足足有21万斤。这要是不断变大，能捅穿地球吗？你没有想太多，你张口对着猛虎使用了吞吸术。丁，种类金甲狗，可切换金甲战体，觉醒黑天真身，吞噬10万吨高能量食物可激活，已吞噬10万吨，激活黑天真身。然而黑天真身只是刚刚激活，你便2眼一黑倒在了地上，金光闪闪的金甲也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吸收所有光线的黑色铠甲。你的躯体更是如同吹气球般不断膨胀。就在你身上气息消失的瞬间，2道破空射从深处传来，正是独自狩猎的时候，熊二和熊大不断发出咆哮。胆敢靠近你的生物，我俩全力轰杀！没白疼2个小家伙呀！如今的熊崽子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不仅原本的银刃彻底化为了翅膀，而且体长更是达到了50米。然而这一切相比你的变化简直不值一提。如今的你的体型已经达到了1000米。丁，种类黑神狗，可切换黑天战体，领悟神通开天9式，目前掌握开天第1式，切换黑天战体。